所以从开始到最后，你父母对你的工作都是非常支持的，是吗？对呀、因为不支持的话，你们还住在一起，他们想不支持你，就你还要天天见到你，太可怕了，所以还不如帮你拍。那你刚才也谈到了数字技术带来的一些便捷，那你也是作为中国数字时代的导演之一，那你对数字技术的运用的优缺点有哪些看法？确实就一直都还没有拍过胶片嘛，然后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很难去做那个假设，但是就事实来说，确实因为数码技术，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时代，然后我和其他很多导演都是，我们几乎是只用 DV 或者 HDV 或者 HD 来拍片子，然后就作品本身的质量，然后等等这些来说，我觉得我们基本都能够完成自己的愿望吧。如果没有这样的方式，你可能很难用这么低的成本来完成，然后你负担不了这个成本，就意味着你需要帮助。然后帮助在一定时候就会变成一种负担，一种约束，然后你会需要你去协调各种关系和妥协。然后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和很多其他的导演一样，我们都是受益者。这个最大的受益不是其他的，就是你正是因为成本很低，所以你才能够不跟别人去沟通。因为沟通在一开始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有的时候啊，当然也分人的性格。我觉得这样吧，它因为这个方面的关系，所以比较好的保护了我们。然后当我们开始用更大的机器、用更多的钱去拍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已经有话语权了。这个就是不一样，你不会在你完全没有话语权、你完全不能够保护自己的时候，你就被迫的跟更多的人在一起，我觉得就不一样。然后还有另外一点也是很多人提到的，就是它有一点点私密性吧，就是需要很少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它可能能够更个人化，然后个人化在现在也会变成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它会鼓励大家更个人化的表达。跟以前我们除了评美，除了评美以外，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的渠道。当然，除了那些发上去之后很快就会被和谐的内容以外啊，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渠道可以去做。我觉得数码技术也是这个样子。在过去不可以，但是在现在我可以，我不用说，因为它已经是事实了，就是我一个人就可以。所以问题是你有没有脑子？你有脑子，你有那个想法，然后你就不会再有借口说因为我没钱，所以我做不了这个。不会，现在一切问题都是你自己一个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早几年，你不要说早10年了，早5年怎么办？是不是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想办法拍。我不是特别善于用假设啊。我不知道，对于意志特别坚强的人来说，我觉得怎么样他都能拍出来。然后所以还是那样嘛，就是跟盗版碟一样，让越来越多的人能看到不一样的电影。我觉得数码制作这一部分也是能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然后能够一定程度有普及的意义。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对，我觉得看你的电影确实有一种非常私密的感觉，因为你拍摄的是你家里很小的一个空间，然后你的摄像机是固定在一处，然后就拍你们家人的活动、家人的对话。那你是如何找到这么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拍摄你的影片？其实想拍的东西也还不只是一个，也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但是就是你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下面去问的时候，就觉得我还是要拍这个题材。我觉得它完全是个人的问题了，就是完全作为个人来讲，这个题材让我更有征服欲。它跟其他的，因为我自己一直学编剧专业，然后我现在也在教授的一个编剧专业的课程，然后我也有一部分生活是职业编剧的生活，就是故事真的太多了。不要说好坏，我们不讲好坏，故事太多了，我们并不难获得一个好的故事。
可是有的时候人还是就是较劲的那种状态吧，就是我说了，我说这样去拍东西，它比其他的东西好像更让我有征服欲，更让我想挑战。就是我说我要克服这个问题，然后你用1-2年的时间试图在这一次的创作里面克服这个问题，这个状态对我自己来说特别重要。然后所以一直在这么多年里面一直都没有能够转移这个注意力吧。就是我现在还是觉得有限的时间想先把几件就是重要的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完的话，我还是在家里面还有几个要拍，然后之后还有其他的，但是可能要再拍2个，然后会拍其他的东西吧。它还是会有一个就是对，它还是会有一个顺序的问题，不可能那些东西在你心里是平等的，是平均的，这个可以非常直接这样说。然后而且时间总是有限的吧。这个时候，然后再过2年再拍，就是其实你再拍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然后，所以我也不太敢把我今年感兴趣的东西拖好几年，然后在以后再去做。我觉得那个不对，因为它已经变成另外的一个东西了。时间非常有限，而且时间过得很快。你一个电影剧本前期、后期，然后你再去电影节，然后基本这个过程下来，你最少也要1年多。最少有，然后你1年多时间就没有了，然后想完了后面怎么办？就是然后或者你在没有弄完第1个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在想第2个。但是不管怎么说，时间用的可能比你以为的要快。然后我是以前没有，现在开始慢慢有那个紧迫的感觉，而且自己身体也不太好，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然后还是想抓紧时间把想拍的东西拍出来吧，以免以后后悔。身体的事情我们一会儿再聊。那你接下来是打算要拍牛皮3？对，就已经在写剧本。能不能透露一点关于牛皮3的内容？非常沉闷，非常沉闷，就跟前2个一样。对，就是要保持这种特质才可以嘛，要不然大家都觉得，我就哪怕是牛皮2这样的，那天还听到说，这个电影节奏太快了。就是我不知道，我就想谢谢他，我又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讽刺我，因为大家的感觉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太慢，然后同时有的人他又会觉得快，然后所以还是要坚持这种表达吧。然后后面是镜头可能会比前面2个要多一点，镜头语言上面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区别，然后会更多的展现心理活动。就是说对牛皮1和牛皮2还是作为一种延续。对，肯定还是延续，尤其在我事实上本来有另外的一个故事，但是因为考虑到那个延续性，那个就挪到4了。所以还会有牛皮4、牛皮5就对，反正到现在为止到4，然后就具体的到4，然后5也有，然后后面可能也想拍一个动画片。动画片。对，就是但还是在牛皮系列里面，就是也是关于你家里的故事吗？不知道，可能关于绑架吧。不知道，反正但还是3个人拍，但是我们3个人也可以拍一个动画片嘛。那我就说话不负责任，我就随便说。